应龙符文缓缓凝聚成一幅幅画面，展现着某种古老的信息。双龙尊主全神贯注地观察，生怕错过其中一丝线索。画面流转间，他们就像是穿越了时空，所有的信息全部冲入他们的神识之中。就在他们专注探索之际，一道细微的裂纹出现在光幕之上，一缕细微的金光从中泄露，如晨曦出露。双龙尊主同时察觉到了这一变化，目光紧紧锁定那道金光，心中充满了期待。随着金光渐渐扩大，一个模糊的身影开始显现，它的出现似乎预示着解开魔神印记的秘密即将揭晓。神农祖师，虽然只是一道模糊的身影，但是这道身影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却让双龙尊众诸无比的熟悉。其实在神界域之中，除了他们这样的神族势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庞大及特殊的势力，那就是神农千岩族。神农千岩族便是这位神农祖师所创建，只不过这个庞大特殊的势力几乎不参与任何世间的争斗纷争，就连与世间的各大万物神灵生灵都很少打交道。即便千万载之前的天古浩劫降临，神农千岩族也没有出手参与那一场战斗。不过那位神农祖师倒是与应龙神族有些渊源，这才使得应龙古典中存在着神农祖师的一道投影存在。传闻就连整个炼药界中那位传说存在的九品药神，在神农祖师眼里也不过是神农千岩族中刚刚入门的一道身份而已。在那天古浩劫如此恐怖的压迫与毁灭下，神农千岩族的族人都没有一个出来参与那一场浩劫之战。如此可见，这神农千岩族的势力与底蕴简直是深不可测的存在。哈哈，没想到我千万载之前留在你们应龙古典中的投影，居然会被激活。那位神农祖师身影模糊，几乎看不到他的面目，但是他的声音却非常的和蔼可亲，并没有掺杂着某种可怕恐怖的压迫气息，就仿佛与一位最普通不过的人在对话一样。两位应龙的小娃，你们的身上散发着那等霸主应龙之气，让老夫很久没有感受过了。刚刚我的投影被激活，最主要的还是你们的应龙之力。你们的应龙神族长近来可好？闻言，双龙尊主感到有些吃惊。按理说，千万载之前发生的那一场天古浩劫，这位神农祖师应该是知晓的才是，怎么现在都忘记天古浩劫的事情了？要知道，当年七大神族的神族长一同率领神族无数神灵抵御七大魔神的侵略，后来由于魔神那近乎不死不灭的无敌魔姿，硬生生的消耗了各大神族长的出元之力，导致被魔神洞察到了唯一的空档，施展出了那诡异的魔神印记，才一不小心被击中。魔神印记的烙印就此侵蚀着七位神族长的造化之躯。但是各大神族长的实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存在，在最后的危急关头，他们也发起了最后的强大反击。七大神族长各自以最强的神族之力，硬生生的击退魔神，并且重伤魔神，使得魔神也纷纷陷入沉睡。不过七位神族长的造化之躯被魔神印记彻底的侵蚀地殆尽，化为暗黑物质，道心也被魔神印记侵蚀，想要复活更是难上加难，只留下一道神魂。可是后来七位神族长的神魂被魔神印记烙印，使得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自身，最终以魔神们早已经规划好的路线飘荡到了大咒尽头暗黑魔渊中。而如果萧炎的这件事情不被及时的解决，那么恐怕他的大道之体以及道心也会受到侵蚀殆尽，化为暗黑物质，而他的神魂也会被魔神印记标记，一路飘荡到大咒尽头暗黑魔渊之中。那么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到绝望之时。神农祖师，我们神族长大人参与天古浩劫之后就已经半陨落了，现在只有一道不受自己控制的神魂一直被关押在大咒尽头的暗黑魔渊深处。虽然感到有些疑惑，但大龙尊主还是将应龙神族长的事情重新讲给这位神农千岩族的祖师。什么？你们的神族长遇难了？听到大龙尊主这么一说，神农祖师十分的震惊，就仿佛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事情一样。是谁干的？神农祖师一脸怒意，虽说很气愤，可是他的身上却还是没有一丝神力流转，就好像他真的是一位普通人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位神农祖师内敛了自己的气息，还是他真的只是普通人。因为即便是双龙尊主也没有见过神农祖师施展出所谓的神力力量，或许真正知道神农祖师有没有神力存在，可能只有应龙神族长知道其中一些信息了。小龙尊主刚说开口说是暗黑魔物那些人做的时候，神农祖师率先开口怒道：难道是当年那些暗黑之物所为？大龙尊主咽了咽口水回答：神农祖师所言不错，当年那一场天古浩劫将整个大咒的万千位面世界近乎毁灭，都是那些暗黑魔物的大举入侵。真是让老夫没想到啊，那些暗黑之物还是选择了那个决定。然而这一句话进入双龙尊主的耳朵中后，却是带起了他们内心的激烈涌动。那个决定，难道神农祖师知道当年那一场由暗黑魔物掀起的天古浩劫背后的秘密？就当双龙尊主刚想问出自己疑问的时候，却反被神农祖师阻止。停，老夫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不过也并不是不想告诉你们，只是时候未到。如果我一旦说出这个秘密，那么整个大咒的历史未来都会发生一场不可控制的大规模变化，
老夫虽为神农千岩一族的祖师，能够洞察古往今来的动机，但如果一旦说出来，所有的事情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将会是你们都无法承受的事变。而应龙神灵的智慧不会那么迂腐，自然明白了神农祖师的这一番话的意思，同时也让双龙尊主对这位神农祖师的身份感到越来越好奇起来。他们总感觉在这位神农祖师面前，所有的秘密都隐藏不住，仅仅与他交流一番下，就已经被对方洞察了自身所有的动机。他们乃是高阶神灵的存在，拥有着高阶神灵的智慧，他们也是能够洞察一些万物神灵的内心世界。可是比起神农祖师，他们的洞察与智慧根本不值一提。神农祖师的智慧根本要高于他们这些高阶神灵很多很多，甚至还不知道高点在哪。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差距，让的神农祖师的身份显得更加的不简单了。神农祖师，刚刚是我们失言了，双龙尊主可不敢得罪如此一位神秘而充满无上智慧的神农祖师。哈哈，没事，只要你们明白其中的规矩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的话题到此为止，还是让老夫先看看那位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小娃吧。神农祖师也已经知道了双龙尊主这一次召唤出应龙古典的动机，便是将那模糊不清的目光投向躺在地面上的萧炎。神农祖师模糊的身影站在萧炎面前，深邃如星辰般的双眼缓缓扫过萧炎的全身，仿佛要将隐藏在萧炎体内的所有秘密都看得透彻。萧炎的身体周围空气似乎因神农祖师的目光而产生了微妙的扭曲，形成了一股肉眼不可见的强大磁场，将萧炎的身躯紧紧包裹。在这无形强大的磁场作用下，萧炎虽然已经昏迷，只剩下一道微弱的生命气息，但在他那还没湮灭的神识中一样能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吸扯感，仿佛自己的神魂都要被牢牢吸住。萧炎的身躯也在这时发出微妙的战栗，仿佛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应那股无形的磁场。神农祖师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之色，他的目光如同洞察万物之根本的慧眼，看穿了一切内外表象。片刻之后，神农祖师收回自己的目光，那无上智慧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了然。神农祖师口中喃喃，这小娃倒是很有意思，他的体内居然还有他的气息，应该是他选择的传承者了。一眼之下就被神农祖师看透了萧炎是传承者身份。这一刻，双龙尊主更是意识到神农祖师的恐怖远超他们的想象，也超出了很多高阶神灵的智慧范围。这小娃意志力真是强大无比，居然同样受了魔神印记后，还能够保持自己一丝微弱的意识，与魔神印记的那股侵蚀力量正在做激烈的斗争。神农祖师先是赞赏了萧炎的强大意志力，然后目光却是转向了双龙尊主，后者还以为连神农祖师都没有办法。然而一道充满希望的声音淡淡传入他们的耳朵中。按理说，这小娃被魔神印记烙印到体之上，几乎能活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但凭借自身的强大意志力强撑到现在，也好让你们有机会翻越应龙古典，激活了老夫的投影，这才彻底的保住了他的性命。有机会解除萧炎兄弟身上的魔神印记。听到这话后，双龙尊主几乎是无比的激动，心跳都快了很多，这下他们也松了一口气。没错，在老夫的面前，魔神印记烙印是可以解除的，只不过这个方法需要你们神族至少是高阶神灵的一滴精血。精血，神灵的精血对于一位高阶神灵来说，那可是无比贵重的存在。一旦抽出自己的一滴精血，那么自身的造化神力自然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实力修为将会跌落，甚至有可能还会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然而在这片刻的震惊下，双龙尊主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郑重地看向那道模糊的神农祖师道：我们愿意为萧炎兄弟献出我们的一滴神灵精血。当双龙尊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神农祖师的双眸微微张大，透出一丝惊讶。这个问题似乎对他们并非是考虑很长时间，他们可都是应龙神族中的高阶神灵，一滴精血对于他们是多么的重要与珍贵。它蕴含着强大的高阶神灵力量和无尽的生命精华，但面对萧炎兄弟的安危，却毫不犹豫地决定拿出一滴精血给予萧炎。只要能够保住萧炎兄弟的性命，我们一滴精血又算得了什么？这句话虽简短，却充满了某种甘愿的牺牲与坚定。当双龙尊主这般决定后，周围的虚空都似乎为这一决定而震动起来。双龙尊主的身影变得更加高大，他们身上若隐若现的应龙之灵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彰显着应龙该有的霸主神性威严。如果之前不是萧炎出手，他们或许已经败在魔神的手中了，这算是还他一个人情了。这不仅仅是一滴精血的付出，更是一种寄托，是对萧炎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感恩之情。在这一刻，他们似乎与萧炎之间的情感无限接近，让神农祖师也不禁为之动容。好，老夫很欣赏你们的决定。对于双龙尊主那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救活萧炎的态度，神农祖师满意的点点头。萧炎这位无上传承者，如今却魔神印记烙印到体之上，陷入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时间在他的呼吸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体内的力量正在快速的流失，仿佛连最后一丝抵抗都无法维持多久了。
小娃的生命气息只剩下一烛火的时间了，事不宜迟，开始行动吧。神农祖师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般在空中响起，那声音中蕴含着生命的奥义和岁月的厚重。双龙尊主听闻此言，神色立刻变得庄重起来，他们的双眼中流露出一抹神圣之光。应龙以拯救为己任，愿献出一滴应龙精血。双龙尊主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带着决绝与虔诚。随着他们的话语落下，一股磅礴的神圣力量自双龙尊主的体内激荡而出，那股神圣的力量如同觉醒的龙吟，充满了无尽的生命力和霸主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老的能量，它在双龙尊主的默念下汇聚成型，形成了一道光芒四射的能量柱，仿佛能够贯穿天地。双龙尊主的食指和中指此刻并拢，缓缓地朝着自己的眉心处去。在这一刻，他们的眉心处仿佛有一扇神秘的门扉被悄然打开。随着双龙尊主手指与眉心之间的接触，那股神圣霸主的龙吟之声呼啸而出，无比的强烈，仿佛要将天地都要给震塌。一股更加庞大的应龙之力从双龙尊主的体内爆发而出，化作一股能量风暴，席卷整个空间。精血出，3个字带着决然之意。双龙尊主的手指轻颤着，从自己的眉心中抽出那一滴凝结了无数日月精华的应龙高阶神灵精血。那一滴金褐色的精血在空气中散发着耀眼的神圣光芒，仿佛一只跃动的金色精灵，蕴含着双龙尊主所有的力量和强大的生命力。那滴精血仿佛有自己的某种意志，轻轻地在蠕动着。然而在双龙尊主的操控之下，它变得异常的驯服，如同一只训练有素的灵兽一般，等待着主人的命令。随着双龙尊主手指指向萧炎的那一刻，那滴金褐色的应龙精血如一道璀璨的流星，划破长空，直奔萧炎而去。在飞掠的过程中，应龙精血周围竟幻化出了一道应龙之影，那是一道身姿雄伟、腾云驾雾的应龙。吼！它伴随着应龙精血的飞行，咆哮声震撼天地，卷起阵阵风浪，仿佛是双龙尊主所有威严的化身。这咆哮之声穿透云层，最后冲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萧炎眉心中，激活了他体内岌岌可危的生命力量。萧炎的眉心开始跳动起来，那滴应龙精血准确无误地融入他的身体，那一刻仿佛有无穷的力量在涌动。萧炎兄弟，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来自我们的这一滴高阶神灵精血，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双龙尊主的目光紧紧锁定着萧炎，期待着他能承受这股力量。萧炎此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煎熬之中，他的体内被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彻底点燃，那是应龙神灵精血的磅礴力量，他在萧炎的血脉中奔腾咆哮，如同不羁的野兽肆意冲撞。这股力量虽然能够让他的生命力如凤凰涅槃般重生，同时也让他的痛苦达到了极致。它如同无数细小的火苗在他的血管中舞动，他的肌肤变得通红，而且肌肤上火焰般的纹路若隐若现，仿佛是被无形的火焰所包裹燃烧。每一次心跳都带着那股灼热的力量撞击着他的心房，每一次细胞的膨胀都像是被千百根利刺穿刺，那种灼热的痛感让他的五官扭曲，无法抑制地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啊啊！